苦等2年终赢破局。王一博人，于重磅升级中外合拍，成尔镜头下的宿命史诗即将浮出水面。今天咱们必须来聊点让人热血沸腾，甚至有点眼眶发热的真事儿。无数影迷在评论区里苦等了整整2年的人鱼，终于传来了堪称定海神针级别的重磅官方消息。国家电影局最新的备案公示正式出炉，由成尔编剧并执导，王一博领衔主演的这部文艺大作，不仅完成了重新立项，更是直接迎来了项目规格的巨大跃升，影片正式升级为中外合拍片。伴随着故事叙事的全面调整和种种幕后变动的落地，所有迹象都在向市场释放一个极其清晰且强烈的信号，属于王一博的下一个银幕高光时刻，不仅近在眼前，而且注定要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2年我看过太多影视项目因为各种原因半途而废，或者在漫长的等待中消磨了最初的锐气，但人鱼展现出的这种韧性和不断向上突破的劲头，真的让我对好内容这3个字有了更深的敬畏心。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能有一个团队愿意花2年时间去打磨、去升级、去死磕一个项目的最终质感，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稀缺的电影人精神。作为观众，我不仅是在等一部电影，更是在等一份对电影艺术不妥协的诚意。咱们先来看看这次最核心的变动，时隔3年，这份全新的备案梗概彻底改写了影片原有的叙事版图。老粉可能都知道，曾经的故事是横跨东北、越南、日本青森的3线并行。但在新版备案中，导演果断删去了日本支线，将其替换为更具本土情感张力的香港家庭人生脉络。现在的故事变成了东北雪原里，王一博饰演的青年不再是面对南方那种带有异域色彩的诱惑，而是独自承受突如其来的意外，在漫长且刺骨的寒冬里，一点点消化命运掀起的层层波澜。越南河内的湿热街巷中，藏着中年男人不为人知、充满泥沙俱下感的隐秘人生，而香港逼仄却充满烟火气的街巷里，则上演着普通家庭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突围。这3条看似毫无交集的人生轨迹，在命运的暗流中彼此缠绕，勾勒出截然不同却又在灵魂深处命运相通的人间百态。砍掉日本线换成香港线，这部棋走得太绝，太高级了。成尔导演太懂怎么拍市井里的史诗了。东北的极寒，越南的湿热，香港的拥挤，这3种极致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视觉隐喻。东北代表着命运的冷酷与冻结，越南代表着欲望的发酵与隐秘，而香港则代表着世俗的挣扎与生机。这种多线交织的文艺叙事，不仅让故事的格局更贴合咱们本土观众的情感底色，更是完美契合了成尔一贯那种细腻克制、充满文学感和宿命感的镜头美学。我甚至已经能想象出王一博在冰天雪地里的冷峻与香港霓虹灯下的市井形成的那种强烈视觉冲击，这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电影语言。这时候肯定有很多朋友要问了，这片子明明早在2024年7月就已经杀青了，怎么到了现在还要重新走备案流程？是不是因为内容有问题要整改，或者是拍得不满意要大规模补拍？大家把心放在肚子里，答案无关补拍，更无关整改，纯粹是项目规格全面升级带来的合规流程。此番影片引入了外商投资出品方，同时国内头部宣发巨头猫眼也同步入局，大幅扩容了投资阵容。影片从单一的国产片变更为中外合拍片，按照国家规定，必须单独走全新的备案流程，旧的备案号自然就同步作废了。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合拍身份的转变，这背后藏着对影片极其重大的双重利好。一方面，院线宣发资源彻底敲定，猫眼作为目前国内最顶级的票务和宣发平台，早已将人鱼划入2026年下半年的重点影片名单。这意味着影片的上映通道、排片优势、下沉市场的宣发矩阵已经全面打通，票房基本盘稳如泰山。另一方面，合拍身份为影片铺好了一条宽阔的出海之路，后续冲击国际 A 类电影节、海外院线发行，都将拥有官方的绿色通道和更便利的审查机制。我其实挺感慨的，现在的电影市场，很多资本只想着赚快钱，能静下心来做产业升级和国际化布局的团队真的不多了。人鱼从立项到重新备案，表面上看是走流程，实际上是主创团队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找到了一条最完美的平衡点。引入外资和猫眼，不仅解决了资金和宣发的后顾之忧，更是直接把王一博的大银幕影响力推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这种既要艺术质感，又要商业版图，还要国际视野的操盘手法，真的值得很多影视公司好好学习。说到这部电影的灵魂，就绝对绕不开成尔与王一博的2度携手。
作为继无名之后的再次合作，这部影片从筹备之初就自带顶级的行业期待。想当年无名上映时，程耳导演在采访中毫不掩饰对王一博的偏爱，盛赞他绵善沉稳，认为他身上那种难得的沉静气质，完美适配自己镜头下所有复杂内敛的角色。彼时便笃定二人一定会再度合作。如今人鱼兑现了这个承诺，程耳依旧拿出了金鸡奖御用的顶级制作班底，更是搭配了汤唯、王传君这一众极具质感的实力派同台飙戏。从剧本的反复打磨到实地取景的精益求精，整个剧组都在用一种苦行僧式的态度对待这部作品内于能像程耳和王一博这样双向奔赴的导演和演员，真的是稀缺资源。程耳的镜头是挑剔的，他需要演员有故事感、有留白，而王一博恰恰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类型。他不需要歇斯底里的爆发，他只需要站在那里，那种清冷、破碎又坚韧的气质就能撑起整个画框。有汤唯的文艺底色和王传君的市井张力做搭配，这神仙阵容的化学反应，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在荧幕上看到了。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这更是中国电影人一次顶级的艺术共创。为了贴合东北雪原少年的角色，王一博这次付出的辛苦，绝对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大家都知道东北的冬天有多冷，而剧组不仅要在极寒环境中进行实景拍摄，王一博还要长时间泡在刺骨的冰水之中，完成高强度的水下特训。在拍摄期间，他彻底推掉了所有多余的曝光和综艺活动，全程沉下心来，沉浸式的去打磨人物。他把自己完全融进了角色的孤独与破碎之中，去体会那种在命运重击下独自舔舐伤口的痛感。更难得的是，整部电影拍摄周期全程零路透、零剧透，剧组严守保密底线，没有流出哪怕一张片场的高清物料。在这个连剧组盒饭、演员路透都要买热搜的年代，人鱼剧组能做到极致的零路透，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高级的宣发策略，更是对电影艺术最大的尊重。我特别欣赏王一博这种把自己打碎再重组的敬业精神。他不消费自己的私生活，不靠红毯和机场照维持热度，他把所有的表达欲都留给了角色。这种极致的低调，恰恰印证了主创团队对作品质感的极致追求。他们不想让观众的注意力被戏外的八卦分散，他们只想在电影开场灯暗下的那一刻，用纯粹的影像去击中观众的灵魂。回顾王一博的演艺之路，从曾经被贴上流量偶像标签的唱跳歌手，到如今被顶级名导反复邀约，频频出演文艺大作的电影演员，他走的每一步都踏实有力，且极具战略眼光。无名里的叶先生打破了他身上所有的刻板印象，用隐忍克制、眼神拉丝的表演交出了一份完美的转型答卷。而时隔2年蓄势待发的人鱼，他再次完成了自我迭代。他跳出了谍战戏里那种冷峻、特工的框架，去塑造一个被命运裹挟，在寒冬里独自承受变故的普通青年。这个人物底色更柔软，更具现实的痛感，是一个完全区别于过往所有荧幕形象的全新突破。王一博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有多红，而在于他极其清醒。很多流量演员在转型时，总是急于去演一些高大全或者强行沧桑的角色来证明自己，但王一博没有。他选择去演一个普通青年，去演一种现实的痛感。因为他知道，真正能打动观众的，往往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那些在泥泞中挣扎，在寒冬中渴望温暖的普通人。这种对角色的共情能力和对表演路径的清晰规划，证明了他已经真正跨入了演员的门槛，并且在向表演艺术家的方向稳步迈进。如今，备案梗概的调整、合拍资质的落地、宣发渠道的敲定，这层层递进的信号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影片的后期剪辑、特效制作、成片适配等核心工作已经基本收尾，正式进入了上映前的最后冲刺阶段。没有浮躁的预热炒作，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通稿，主创团队只用一纸官方备案文件，无声却坚定地宣告，这部蛰伏了2年的文艺佳作即将登陆院线，好饭不怕晚，好电影值得被时间打磨。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娱乐环境里，人鱼这种愿意花2年时间去沉淀、去升级的作品，显得尤为珍贵。程耳导演最擅长挖掘演员身上藏在深处的情绪力量，而王一博也总能稳稳地接住导演抛出的每一个复杂人物。雪原少年的孤独，3D 人生的交错，命运无常的叹息，一段充满宿命感的故事即将拉开帷幕。让我们静待人鱼正式定档，一起走进电影院，看王一博如何再次以纯粹、极致的演技，在光影交错的大荧幕上，书写属于他的，也属于中国电影的全新答卷。我相信，当影院的灯光暗下，
龙标出现的那一刻，这2年的等待都会化作荧幕上直击灵魂的震撼。